AK 就不必我过多介绍了吧，就算是不了解枪械的人，或多或少都听过 AK 的大名。这是一把世界上最流行的自动步枪，而作为步枪重要配件之一的刺刀，自然也不能辱没神枪的美名。在当今这个枪刺与军刀功能高度重合的时代，提起刺刀，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起美军的 M9。就连功能相对单一的马润格斗刀也能坐享无数崇拜者，可却鲜有人赞誉安放在率先融入求生刀功能的华约系 AKM 刺刀上。为什么 AKM 刺刀作为多功能刺刀的开山之作，却被大家莫名的遗忘呢？首先为大家科普一下 AK 刺刀型号是如何表示的。苏联对这一系列刺刀的统一型号为 6X， 其中 X 后面的数字是刺刀的代号，这些是 GAU 指数，代表了苏联或者俄罗斯装备的编号。确切地说， 6X 中的西里尔字母 X 拉丁文字母读音的确切音译应为 KH 而不是 H。 所以大伙现在看到的 AK 刺刀也是分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从现实战术诞生起，拼刺就是步枪作为步兵主力武器的重要功能。早期的刺刀多为插管式，你想想，一支1米多长的步枪加上个30多厘米的刺刀，活脱脱就是一把长矛呀！1寸长1寸强的功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只不过后来士兵们都嫌弃插管式刺刀太麻烦，就逐步开始使用折叠式的固定刺刀。比如 AKM 刺刀之前，苏联就是使用的固定刺刀。刺刀作为安装在枪管上的近战防身武器，其设计思路长期与小刀、匕首甚至是泥铲贴近。早期苏联生产的 6KH2 型刺刀属于短刀型的，兼具着匕首的功能，是 AK 枪械采用的第一把刺刀，专门为 AK473 型生产。6KH2 刺刀的形状类似于 SKS 刺刀，但是 6KH2 刀片较短，该刺刀有2片是分体手柄握把，通过螺栓和螺母固定在柄角上，以防止其松动。6KH2 是第一款广泛授权社会主义阵营的通用枪刺，只不过 6KH2 刺刀与 AK 步枪的更高版本的 AKM、AK74 并不兼容。直到1959年，对苏军乃至整个世界影响深远的 6KH3， 也就是 AKM1 型刺刀横空出世。AKM1 型刺刀全长27厘米，刃长 14.7 厘米，厚度 0.3 厘米，宽度3厘米。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刀柄尾部的球根形状，也是世界上首款具有求生刀特点的刺刀。其刀背拥有锯齿，能切割木材、金属条，刀身上开的小孔与刀鞘的铸损结合，能组合成剪线钳来用。而且刀柄还使用了绝缘材料，能剪切电线，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设计。6KH3 是安装在 AKM 突击步枪或 SVD 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上的刺刀，其造价低廉，设计可靠，得以从图拉宾工厂或伊热夫斯克机械制造厂源源不断地供应全军。前者会在刺刀刀鞘上刻有5角星标志，后者则会选在刻一个3角形来当自己的标志，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标志的不同来区分生产厂家。6KH3 刺刀也定下了挂枪后刀刃向上的基调，并被此后的各型 AK 刺刀遵守。要知道，直到20多年后的上世纪80年代，美军才开始装备具备相同能力的 M9 刺刀。AKM 刺刀是现代军事史中第一把真正意义上的多功能军刀，所以你说 AKM 刺刀是 M9 的野爹，一点儿也不过分。在1968年左右，苏军开始装备一种新型的 AKM 刺刀，因为之前的 6KH3 是固定刺刀，所以苏联又研制了著名的 6KH4 可拆卸式刺刀，也就是 AKM2 刺刀。AKM2 刺刀全长 27.3 厘米，刃长15厘米，厚度 0.4 厘米，宽度3厘米。AK74 步枪为了使用 6KH4 也进行了相应的刺刀座设计。6KH4 共有4个型号，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 AKM 和 AK74 上进行过渡使用。AKM2 刺刀的最大特征是取消了刀柄的球形尾，改为了一个方形的金属尾端，使得刺刀固定在 AKM 的刺刀卡榫上更为牢固。同时，刀背的锯齿和刀刃形状也有细微变化。此外，将1型刺刀的金属带绝缘体的刀鞘换为电木树枝刀鞘，因此不用再包裹绝缘体。到了1984年，苏联才推出新的第3型刺刀 AKM3 刺刀，全长29厘米，刃长 16.3 厘米，厚度 0.3 厘米，宽度 2.9 厘米，
而 AKM3型也是苏联推出后一直到现在的俄罗斯还在使用的 AK74刺刀和 SVD 刺刀。这款刺刀采用了尼龙和工程塑料混合制造的带凸纹的刀柄，重新设计了刀刃形状，带有逆刃的弓形刀片，背部仍有锯齿，保留了剪切功能。其刀柄、刀身、枪环采用一体热压成型，非常坚固可靠。刀鞘则是全黑的工程塑料制作，尤其是刀身上采用流线型的假刃血槽，从刀尖开始一直拉到刀柄位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刺刀的穿刺性能，也增强了杀伤力。这款最新式的刺刀单独使用时，完全是一款实用功能强大的匕首，而之所以被 M9 超越，是因为 M9 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的，工艺、技术、材料上都远远被超过。而且在当今，你要是想选择 AKM 刺刀优质的产品，那价格实在是太贵了。如果你要买和 M9 同等价格的产品，那质量又太差。所以大家提到军刀之王时，第一反应就是美国 M9。对了，想要了解 M9 刺刀的朋友，只需在本人频道搜索 M9 刺刀就能找到。罗马尼亚生产的 AKM 和 AK74 刺刀应该是 AK 刺刀中的极品。从开始仿制 AKM 开始，罗马尼亚人就开始仿制 AK 的多功能刺刀。除了刀柄上的标记外，罗马尼亚刺刀的刀鞘也有个鲜明的特征，就是配有一个粗大的握套，在剪切钢丝时会握得比较舒适。虽然现在在世界上相关的仿制品都很精良，但是收藏肯定要收藏正品。伊热夫斯克厂曾经生产了一款非常罕见的型号，刀鞘材料使用的是绝缘材料，其设计类似于 AKM2 刀鞘设计，因此这种罕见的 AKM1 已经成为收藏家热心追求的目标。因为 AK 枪族太出名了，导致全球各地都有它的仿制品，因此它的刺刀也遍布全球。在华约、中东等地区， AKM 刺刀的仿制品也随着这款步枪本身达到了其他同类产品难以抵达的数量，同样参加了1960年以后全球各地所有的局部战争。AKM 刺刀家族在世界范围内是最早开始使刺刀往多功能化方向发展的系列产品，其最大的特点是挂在 AK 步枪上之后，刀刃全部向上，所以当刺刀刺入人体后，苏军士兵一般都会做一个向上挑刺的动作，瞬间将敌人伤口最大化，威慑力和杀伤力堪称一绝。这些闪着寒光的枪刺在如今的世界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大家对 AKM 多功能刺刀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